普京临阵换将，用格拉西莫夫接替苏罗维金，其目的何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我们都明白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的道理，普京当然也知道。在俄乌冲突接近1周年之际，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特别行动总指挥又换人了，外号猛将、大决战将军和末日将军的苏罗维金被换下，俄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将格拉西莫夫成为接任者。对于这次人员调整，俄罗斯方面呢给出的解释是提高特别军事行动的管理层级，通俗来讲就是要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只有总参谋长级别的将军才能指挥得动陆海空天等不同的军种和作战单位。另外呢，俄军还想进一步的改善后勤支援和指挥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普京对俄军驻乌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的频繁人事调整呢？首先，普京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乌克兰战局的不满意。而俄军目前所遇困境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苏罗维金所能解决的。敌变我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但是真的到了解决问题的层面，首先面临的就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了。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作战单位非常复杂，比如外国雇佣军瓦格纳集团估计只听从普京的指挥，车臣武装也不是那么容易指挥得动的。俄军在作战时缺少空地协同，后勤保障问题也很严重，甚至连炮兵的优势也逐渐丧失。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几乎变成了一场以步兵和炮兵火力支援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战争，距离真正的现代化战争相差太远。第二，普京准备在乌克兰战场上投入更大的兵力。在各国作战指挥层级中，还没有听说过由军队总参谋长担任局部军事行动总指挥的。那么这次任命透露出的另外一个信息，就是普京准备大干一场，也就是对未来战场局势的改变有所期望，而且呢要玩一把大的。俄乌冲突已经不是用特别军事行动能解释得通了，这是一场关系到俄罗斯国运的战争，而且未来呢面临的困难局面只会更加严峻。西方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地面装甲车辆，甚至是主战坦克。乌军的主力部署目前情况不明，这些都在预示着未来俄军可能会面临更为残酷的挑战。要注意一点，俄乌冲突现在存在着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问题。俄罗斯军队是如何部署的？乌克兰军队在西方的情报支援下，基本上可以说是明明白白。而乌军目前的总体实力如何？乌军将会在什么方向发起反攻？俄罗斯方面其实呢并不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格拉西莫夫下场就是要充分的整合各军兵种的情报信息和火力打击资源，要为应对乌军可能发起的冬季或者是春季攻势做好准备。从更远一点的角度看，俄罗斯军队或许还要为主动发起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做好相关的兵力部署和后勤保障等工作。第三，换人或许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又很难克服俄军遇到的根本性的问题，这才是普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有人说，由于格拉西莫夫的级别更高，指挥权更大，因此他要比苏洛维金更合适。这当然没错，从理论上讲，俄军提高指挥层级能够解决很多大的问题，但是俄军的信息化水平低，后勤保障能力差，基层官兵缺少主观能动性，恐怕不是格拉西莫夫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所以格拉西莫夫的上任更多的可能是普京在表达对战局的不满，同时呢向西方强调俄罗斯不会退让的决心。苏罗维金能够成功的指挥俄军从赫尔松市有组织的撤退，对乌军展开一些局部的小反攻，并且呢开始对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实施打击，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至于格拉西莫夫能不能让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打出优势，取决于俄军的战法和技术的进步，这些都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